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赶快来看到的是鹰击12，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鹰击12会不会驰援伊朗呢？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也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包括它的北斗跟它的反隐形雷达。如果再加上超音速一起锁定美国的航母的话，美国有办法抵抗得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如果现在做一个假设，伊朗真的部署了中国大陆的 CN-302的反舰飞弹，也就是它的鹰击12的话，美军的航母还敢开进波斯湾吗？这是航母时代第一次被区域国家拒止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确实现在美国已经出动它的双航母了，但是也不是说没有弱点。我们来看到它的弱点，包括了它的拦截飞弹，现在根据统计已经是库存告急了，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中东的盟友也不愿意借基地给美国，那么它接下来还敢开战吗？中美的武器有没有可能真的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美国能够毫发无伤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它的两手策略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他一边现在谈这个重建他的飞弹基地，那一边又说他要和谈，这是求和平还是在拖时间呢？其实伊朗是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到位吗？包括它的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反舰体系到位，再来针对美国展开攻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确实，现在看到在美伊的一个对峙上面，美国它的军事武器已经部署到位了，16个军舰、2个航母战斗群跟7个战机联队，大约是4万名的兵力集结，全面压境在中东，而伊朗也是蓄势待发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披露，有来自于中国的帮忙吗？伊朗即将跟中国大陆敲定采购 CN-302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个外贸版本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鹰击12了，号称能够治得了，就是航母能够集成航母哦。那么来看到它的特性，包括采的是低空高速的突防，终端还具有超高音速的一个冲刺能力，能够专门针对这些大型水面舰艇，并且具备集成航母跟驱逐舰的能力。现在是连以色列的前情报官员也都开始示警了中国大陆这款武器的威力。他这样说，他说这将会完全改变局面，而且是极难被拦截下来的。伊朗如果真的使用了来自于大陆的鹰击12，那么整个荷姆兹海峡都会在射程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除了可能提供鹰击12之外，同步有没有可能现在也根据媒体的报道，也会提供其他的武器，像是它的隐形雷达，还有它的北斗卫星的导航数据跟即时的卫星影像一起来做支援。换句话说，伊朗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反航母的一个体系。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有关于鹰击12它的战力了。如果伊朗真的部署的话，接下来对于美军的航母有多大的威胁性？再加上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几样武器，不管是雷达或者是反隐形的雷达，或者是北斗，成为一个体系化作战，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冲击又有多大？汉廷怎么看？我们要先了解到，伊朗它目前陷入了生存的焦虑跟非对称的制衡哦。面对美军16艘的军舰跟双航母的打击群的极端威胁，所以伊朗知道，目前自己拥有的传统快艇群这种狼群战术呢，已经很难突破在现代化的这种宙斯盾防御网，所以他们急需要一种一击必杀的杀手锏。能够让强敌呢在发动攻击之前，先计算一下自己能否承担失去一艘航母的代价。那再加上中国大陆跟伊朗本来就已经有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的这个状态，所以不仅是单纯的能源的贸易，在西方这种极限施压的背景之下，大陆不仅提供了是建设物资，更是安全方案。所以伊朗呢采购了 CN-302，本质上是把自己的国防嵌入到了更成熟的中国体系之中。不过呢，也要看，如果只是单纯购买这样的一个 CN-302
其实也没啥用，因为也要看你具体的跟其他整合性的部署，以及你操作得当与否。否则，如果我们看到像委内瑞拉的状态，你虽然你的手脚的武器是大陆制，可是你的脑不见得是大陆制啊，那可能也不见得有用。不过我们细部来看啊，如果真的一切配合妥当 ，CN-302配合北斗跟反隐形雷达，就很可能会让美军面临了高风险的作战环境。第一个 YLC-8B 的反隐形雷达呢，它可以刺破幽灵的伪装啊，什么意思呢？它在物理上是一种隐形克星，能够在数百公里外精准捕捉到隐形目标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所以呢，这个美军引以为傲的所谓幽灵，但是在屏幕上它可以变成清晰的红点，所以航空母舰的先发优势就荡然无存。而第二呢，就是北斗卫星的导航了。过去伊朗的导弹受限于 GPS 的民用精准度，或者是俄罗斯系统不稳定嘛。现在如果接入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伊朗就获得了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跟抗干扰的军用链路，让后面的 CN-302不再是盲目投射，而能够有一个可以实时修正的大脑，配合卫星的影像来支援。那最后呢，就是这个 CN-302的超音速突袭了。那它能够以低于20米的高度贴海飞行。对于宙斯盾的系统来说呢，反正因为种种的限制，当雷达发现它的时候啊，它可能距离舰艇只剩下30公里。所以以3倍的音速来撞击250公斤的战斗部，它的动能就相当于直接释放数吨的高能炸药，可以呢废掉一艘伯克级的驱逐舰。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如果真的能够3位一体，那么美军面临的就不再只是零散的骚扰，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几乎不可拦截的死亡网络。好，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伊朗获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武器，而且必须要是体系化作战的，不可以是单一的武器，才能展现它整体的作战的这个魄力、威力。那美国呢？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准备？表面上它的声势非常的浩大，不过它也有一些弱点。我们先讲它的优缺点。首先，它现在寄出来的各种武器，包括了16艘的军舰、2艘航母，总兵力4万，然后还部署了18架 F-35、17架 F-15跟它的 A-10攻击机。好，现在来看到它的弱点，一共是2项，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特别做的揭露。他说是美军高层私下跟白宫说的这2个致命伤。第一个就是它的防空拦截的弹药，现在库存看起来是非常的吃紧的，这当中包括了爱国者飞弹等等。再来就是盟友，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参战的，阿拉伯国家甚至不许用境内的基地来帮助攻击伊朗。反观伊朗现在不断的强化它的武装哦，我们来看到它正在修建的各项的武装，包括它的飞弹基地、它的空军跑道都已经恢复好了，还有它的这个固体燃料飞弹设施也全部都完成重建了。现在看起来，伊朗正在重建当中，又有了中国大陆的帮忙，有没有可能美中接下来在中东这边展开对决？那美军还能毫发无伤吗？那干哥又怎么看？刚刚汉庭把那个鹰击12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大家要晓得啊，鹰击12是现在可以号称为全世界最好的反舰飞弹，要得到这样的美名并不容易啊，你要知道，因为像美国啊、俄罗斯啊，他们多的是这种超音速的反舰飞弹，可是那这个飞弹呢，它优点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贴海20到50公尺飞行，当时它是以2倍音速飞，它等到距离目标30到50公里的时候，它突然升起，然后直攻，在这个贴海的阶段，很多神盾哈，也就是宙斯盾的雷达可能会抓不到，等到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就在你面前了，它在你面前，那宙斯盾指挥标准飞弹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可能到最后就是进破武器系统要去拦它了。如果拦不到的话，航空母舰就会中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回溯一下2年前，常常会说，哎呀，这个华盛顿号在那个荷姆兹海峡被打残了，被那个胡塞组织青年运动他们给打残了。我那时候在看，就说没有一家国际通讯社有这样子讲，所以千万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为什么？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如果一旦中弹，那就等于是偷袭珍珠港一样严重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代表美国的国力。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说，
这个他们采购 CM302，也就是鹰击12飞弹哦，伊朗有个很大的伤，也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你要用什么载具来投射哦，它可以用飞机载，它也可以用船来打，但是伊朗没有这么大的船，也更没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所以我提供了 CM302，大家要知道这种超音速反舰飞弹非常大一枚，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载具，你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伊朗如果敲定跟中国买 CM302，也就是鹰击12的话，它一定有附加它的载具在里面，不然的话，它的用处恐怕就不大。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看美国啊，美国已经16艘军舰在红海了，对，再来就去赫姆兹海峡了，就已经到德黑兰门口了。那你说这么多军舰都过来了，那你伊朗不怕死吗？我告诉各位，到目前为止啊，舰上的标准3型跟标准6型飞弹是不够的。什么叫不够？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国海军的这个就是水面上的舰队，他们都携带了标准3型或是标准6型的防空飞弹。这种防空飞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海面的目标，也就是既可对空也可以对海。可是现在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去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上将，他对着那个美国的军工业，他开会的时候，他直接讲一句话：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他讲的话非常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的舰队没有足够的标准飞弹。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就验证了1年以前舰队司令部的司令他所讲的话，到现在没有改善。你知道吗？缺乏这么多飞弹，库存告急。为什么会告急？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最近支援了以色列去防什么？防伊朗打过来的，就去年嘛，防伊朗打过来的那个飞弹，所以花了很多。因为美国是无条件提供给以色列的，所以耗费很多。在这种情况底下，还有在这个海峡上面要预防青年组织他们打飞弹过来，所以像这样的飞弹，还有另外一种叫爱国者，爱国者耗损最大。那你知道五角大厦也评估了，要恢复库存要5年，要5年。他们还讲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说要恢复送给乌克兰的标枪飞弹，比较小的那种反坦克飞弹，要13年。大家知道吗？所以4万大军，美国大兵集結在那个荷姆兹海峡外面，你等上了岸以后，你恐怕发现你反坦克飞弹你都不够，更不要讲说我刚才讲的那种对空拦截的那种巨大的飞弹都不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讲一句实话，就是说你粮草先行啊，结果你发现粮草也没来。然后你川普，你现在要大开杀戒吗？你要先想想看，这一次的作战很恐怕只是一个有限战争，你要快速取胜，快速在谈判桌上面取得进展，不然的话，你真要打他的话，你恐怕48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撤退了。好，所以现在面临在军事上面的不足，不管是在这个拦截弹药的不足，川普敢不敢先开第一枪，这个还要持续的做观察。倒是伊朗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慢慢的好像展开示好？他现在说了呢，他愿意来展开核谈判，在日内瓦这边他想要谈，这是来自于伊朗外长的最新说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伊朗，我们接下来不会发展核武，但是还是绝对不会放弃和平的技术性的一个权利。那么时间点非常微妙，因为现在看到伊朗好像在实施的是2手策略，一边它还是持续发展它的飞弹系统，还有它的防御系统，但是另外一边又好像示好说想要跟美国来好好做谈判。大家也在解读说，川普这个伊朗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现在呢正在等中国大陆的武器完全的到位，才会对美国展开攻击？那大使又怎么解读？其实伊朗我们今天观察，从很持平的观点看，伊朗已经做了很多让步了。那就不晓得美国到底要求伊朗是什么？因为伊朗的外交部外长已经多次声明，他说我们已经草拟好一个有关发展核武协议跟美方要签核武协议的一个草案，准备26号带到日内瓦去谈。那这一次在谈判的时候，美国只提出2点要求啊，第一个就是废导是什么？导弹。
他要伊朗把他的导弹系统把它废除，自废武功。第二个就是废核，那废导的部分，伊朗说绝对不可能，美国也没有继续再谈了。那废核的部分，伊朗说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我也不会发展核武。那可是呢，我发展核子和平用途的能力这一点我不能放弃。所以就是大概这个立场。然后现在已经传出来，就是说我可以把我已经提升到60%的这个浓缩铀我可以送到国外，大概就是送到俄罗斯。去把这个浓缩铀的风度把它降低，对我手上不拿了，我就交出去了嘛。那这一点事实上的话，伊朗部分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可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施压，从来没有针对伊朗这一些提出来的具体方案做任何回应，只是说伊朗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威胁很大。而且最近说，这个伊朗已经在研发可以直接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了如何？然后说伊朗若拥有核武的话，那这个对整个区域来讲，对世界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中东将永无宁日，陷入无止境的这种战争，所有的这个中东国家都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且说呢，我们现在对伊朗这个采取这种军事威胁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将获益，而且大部分都支持我们。那这个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的讯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伊朗已经说我没有发展核武，我要放弃了。而且我现在已经拟了这个核武协议。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中间，伊朗的立场跟美国现在持的立场有一点落差。而且昨天还有这个相关的美方人士传出来说，已经准备打了。而且就在26号谈判之前。是小打还是中打？就不断的传出就是打的这个风声。那川普今天在这个国情咨文对伊朗也毫不放松也就是说，伊朗你不放弃核武的话，这个对我们威胁太大，你会产生你会有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那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点感觉上美国跟伊朗好像不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在沟通。那美国硬是说伊朗不放弃核武，伊朗是说我已经放弃了，所以呢，到底是有意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呢，还是真正没听到？我觉得有意故意不听到对方声音的可能性比较大。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最近在东北亚的上空真的气流很乱，尤其今天要关心到的是韩国的军方不停跟美国谈好的安保。李在明在想什么？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的是美军的100架次的 F-16呢，在这边演练，而且逼近了中国大陆的防空识别区。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它是紧急的升空它的战机来做对峙，结果呢，驻韩美军却接下来被要求要向韩国道歉。韩国现在开始已经不再唯美是从的意思了吗？今天一起做关心。第二件事情，刚刚特别讲到的，美军的 F-16逼近了中国大陆的防空识别区。那中国呢，它是派出什么战机来升空拦截呢？军事上面的消息，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为什么李在明这个时候要求韩国缩减跟美国的联合军演的一个规模呢？它是要重塑美韩之间的军事关系，还是在测试同盟底线？接下来美韩的长期军事合作会有什么样子的冲击？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特别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韩联社这边做的披露，说呢，在2月18号的时候，还有19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驻韩的美军在黄海的上空进行了100架次的一个 F-16大规模的单独训练，逼近中国大陆它的防空识别区当中。中方是紧急派了他的战机升空，双方一度就因此在空中展开了对峙。针对此呢，韩国的国防部长立刻的去要求了驻韩美军司令针对这件事情来做道歉。
那么也跟他表达了抗议。结果他确实，我们来看到驻韩的美军司令这位是布伦森，是确实是立刻向韩国道歉了。大家有时候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奇怪啊，美军在韩国的地盘上面为什么要跟韩国道歉呢？尤其过去依照的是这个美韩的安保条约。在战争发生的时候，韩军的指挥权是握在美军的手上的。那美军其实拥有高度的这个自主权。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看起来韩军可以压在美军的头，韩方可以压在美军的头上呢？而且时间点更敏感的事情是，李在明正在力推2028年他要收回战时指挥权。怎么看接下来美韩的安保出现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大使怎么看？对，其实美军跟这个韩军在韩国战场上的军事的动作跟相互的知会，跟谁指挥谁这一点是一个长期在争论的问题，这中间有模糊点，所以呢，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韩国认为就是说，民间甚至军方人，你外国军队在我韩国，你要听我韩国人指挥，对，尤其在战时那可是美军说，根据安保条约，战时美军在韩国发生战时的时候，指挥权属于美军。对，那这个韩国当然心里不痛快，跟美国去吵了很久。2007年的时候，当时的卢武铉就跟美军说谈好了，2012年2007谈好了，2012年美军会把战时指挥权移转给韩军。结果呢，后来不了了之。到了李明博的时候呢，他到2010年又跟美国人谈了一次，然后说，我跟美国谈好，2015年会转让给韩军。结果呢，又怎么样？又不了了之。所以到了2014年朴槿惠上台以后呢，他就跟这个又对外说，我们又跟美军谈好，2016年会移转。可是到现在都没有移转。那可是呢，这个李在明上任以后他们已经跟美军重新谈了。他说，2005到2006年就可能让美军把指挥权转给韩军。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阶段性的发展，也就是今年的1月，经过李在明政府他们这个谈判他说，事实上已经把联合作战的地面作战的指挥权，那么这个司令部指挥部的指挥权现在已经有一个韩国籍的中将来取代了。所以呢，可是问题你要听到这个地面作战，只有地面，只有地面，那海上跟空中的好像没有包括，都不算数，都不算数。结果呢，李在明他又出来讲说，好，我们已经跟美军讲好了，2030年的时候，有可能这个所谓全面作战能力，那就是3个空间的那基本上这个能力要由美军移转给这个韩国，所以还要等到2030。那这次发生在空中，显然跟这个今年1月得到的地面指挥权好像不太一样。不过韩国基本上他并没有说是违反任何条约，他是说你没有跟我韩方做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你没有跟韩方做充分的沟通。那事实上传出来，韩国媒体就说我们国防部长、我们参谋长都跟这个驻韩美军司令打电话，驻韩美军司令已经道歉了。可是昨天，驻韩美军司令部出来正式说，我们没道歉。他说驻韩美军为维持最高战备态势，完成自身任务，定期实行演训。我们不会为此道歉。然后接了一句话说什么？由于相关事项呢未能及时报告有关层级布朗司令向韩国国防部及联合参谋本部表达遗憾。所以遗憾跟道歉是不一样的那韩国人呢也是很硬国防部中午就举行记者会，美军是10点钟举行，他中午就举行记者会。他说部分报道内容是属实的，但公开双方通话内容并不适当。那么被外界认为韩方证实美军司令已经致歉，如今美方却否认此事，所以就变成就韩国方面呢，就基本上呢，他说我们不公布内容，对，可是呢确实有沟通，就这样，所以这个有一点点搞到现在罗生门不过
这也反映出来，其实韩国的政策，还有韩国基本上对于美军在韩国的行动啊，是有意见的。尤其这一次，他认为没有事先通知引起双方可能的冲突大规模的冲突，而且是引起跟中国大陆的冲突，他觉得不对。你如果引起跟朝鲜的这个冲突的话，可能的话，那是你美军在韩国的本职学能。你现在呢？你不打朝鲜，你去打中国大陆，韩国人不同意。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韩国的总统李在明开始在这个美中之间的战略开始做调整。等一下也会请汉庭来持续带我们看到接下来对于美韩长期的合作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们先来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在黄海对峙的这2架战机，那包括了中国大陆它的战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是哪一架。那中国的外交部也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有说呢，中国军队依法依规全程跟监警戒，有效的应对处理。我们现在来看以军事的角度来做分析，中国可能是派出什么战机？干哥怎么看？好，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现在常驻于浙江以及这个江西的大概4个基地，都主要是还是以歼16战机为主，这也是我们最新的飞机。那比前一代的歼11呢有很大的改进，虽然说在外观上面没有什么这个差距，但是呢歼16它更新了所有的航电设备，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也就是说，你今天更新了航电设备之后，你就不再像以前的那么硬邦邦、铁板一块的，是听着基地的战管发布命令。你甚至在空中，你可以有跟空中预警机的联系，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CADIZ 什么意思？中国航空情报识别区啊 ，CADIZ 就是在自己的领海跟领空范围之内。CADIZ 可以告诉你所有的由预警机传来所有的相关的资讯，这个空域里面有多少民航机，航向是多少。但是突然出现了有一队飞机，谁？原来是来自这个韩国的一队美军的 F-16战斗机。那这个时候，空中预警机下达了指令之后，歼16它就会上去应。其实以歼16跟 F-162种飞机，他们的实力在伯仲之间。他们的性能也是在相当的一个水平，同样一个水平。不要说 F-16已经很老了，对，很老了，没有错。但这些飞机平均年龄只有20岁，跟我们现在的歼16或者是歼11的这个寿命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对峙的情况之下，那两军等于是只有一线之隔，只要你再多飞200公尺，不是200公里哦，200公尺，那你就过去了，就等于进到了韩国航空识别情报区，叫做 KADIZ。你只要飞进去了，那对不起，防空雷达就会警告了，防空雷达开始警告，爱国者就会锁定你了哦，你会知道你被锁定了，为什么？因为你进到我的防空识别区来。那战机也一定会到你面前，可是这一次，我先跟各位讲，布朗森司令，刚刚大使讲说没有实际上的道歉，我跟各位讲，美军司令不会跟你道歉的，他是来帮你忙的，他就算做错了，他只能说 "It's a great pity"， 非常遗憾的，对，但是不会讲 sorry， 他不可能跟你说 sorry 的。我跟各位讲，这是你看得见的东西，这是2月18号你看见的东西。看不见的是，他私底下调动 B2 跟 B1 这种隐形轰炸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告诉你的。Bronson 不可能告诉李在明，或甚至告诉安圭博韩国的国防部长说，我要调动一队 B2 来可能会也是降落在你们的乌山基地，在哪里？京畿道的乌山基地，因为那是最大的基地。我还不会告诉你这些，等到飞机飞到你面前你就知道了啦，不可能会告诉你的。更不要讲间谍机，就比如说以前的 SR-71高空侦察机黑鸟，这些他们在行动中跟行动结束都不会告诉你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美韩之间他们有一些什么谅解跟备忘，没有。我今天是来帮你忙的，4万美军驻扎在韩国的境内，就是在帮你打仗，你到底还要求什么？不过应该有的外交的这些告知的话是会有的，可是，在军事行动上面的话，
美国他一向都是独断独行的。老实讲一句，他也不会告诉台湾，他也不会告诉你韩国，他更不会告诉日本。为什么？因为它叫做美军，好吗 ？OK， 这样懂了吧？好，确实哦，这一次美国的战机在黄海这边跟中国大陆展开对峙，让韩国很不满，所以现在美韩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嘛。因为在这一件黄海上面的对峙争议发生之后，我们来看到是朝鲜日报最新又在爆料，紧接着进入3月份了，本来要举行的这个本来要举行的这一场自由之盾联合军演，现在呢，韩方呢因为要求要大幅缩减规模，因此呢，跟美国没有共识，已经被迫要推迟了。李在明也给出一个理由，他说，理由呢，就是因为今年是南北韩和平共处的第1年，那美国也很尴尬。他说呢，我已经把我的人员啊、装备都全部准备好了，你在这个时候却临时要这个缩编，等于是美国被打脸，但是他也怎么办呢？也只能无奈表示没有办法，表示惊讶。那接下来对于这个长期的美韩合作是否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李在明在想什么？汉庭怎么看？这一连串的操作确实让很多过去认为韩国唯美是从的观察家们跌破了眼镜。不过，不论美方是道歉还是遗憾，你想想看，美国什么时候会向台湾表示过道歉跟遗憾呢？从这点来看，韩国还是挺了不起的啊。那韩国这一系列，你看他做了3件事情啊。就第一个，在黄海的事件上，是在我们农历大年初了。他主要的抗议是什么？是说美军根本没有跟韩方有充分的协调沟通，然后呢，你美国的挑衅行为是把韩国置于了中美冲突的前沿，严重违背韩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这个抗议在整个韩美同盟历史上非常罕见，因为过去呢，韩国对美军的做法往往就是默许或者事后解释，从来没有抗议。那第二呢，就是拒绝捆绑踢开日本，因为几乎就在同时间，美国提议我们美日韩要联合空中演习啊，但李在明呢也拒绝，为什么？说你这个很靠近日本什么主导就主权的相关问题啦，所以韩国不碰。这也表示了韩国在历史的问题上是要划清界限了，拒绝在敏感的时刻跟日本进行深度的这种军事捆绑。再来第3，就前面所提到，本来要在3月9号举行的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李在明说：“哎呀，今年是南北韩和平共处元年呐，所以我们这些就减少啦。”所以美方呢也就推迟。为什么李在明敢接连对美国出招？其实是多重考虑。第一个，他的内政扫清了障碍，执政根基非常的稳固。我们都知道，这个前总统尹锡悦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了，整个保守派的势力受到了重挫。李在明呢，扫除了国内最大的政治对手，所以他也能够摆脱前任这一种亲美亲日的外交路线，所以他就可以推行自己的战略自主啦和国家利益优先的主张。那目前为止，他的外交政策支持率也高达了58%，远超过尹锡悦只有32%。第二呢，就现在他的经济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他必须要去修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所以他呢，把今年他的这个去首访目的地就是中国大陆，也带领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韩国就不愿意配合美国去进行一些可能会刺激到中国大陆的军事挑衅。那再来第3，李在明核心关心的是半岛的稳定。不是要被美国绑上印太战略去对抗中国大陆，所以美军不论是在黄海啦，然后或者是什么要求韩国的这个美军要承担第1岛链，遏制中国大陆的任务，这对李在明来说不是我重要的事情，我在意的是北韩啊，对吧？我在意的不是中国大陆啊，所以他强调在同盟当中不能被牵连，但也不能够被放着不管，所以要加上一个所谓的安全法。好，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些这个主张跟作为。那因此，在未来的状态之下，那美国的布局呢就会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中日之间在经贸上的关系现在要正式进入开打嘛？因为中国大陆呢寄出了2道公告，要锁喉是40家的日本企业，稀土现在会重挫日本之外，还有观光双重打击。针对于日本要发展军国化，现在恐怕要付出代价了。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国这一次不是喊话，直接用制度来重击反制日本。接下来会有40家的日本企业跟机构都被中国大陆纳入在出口管制名单当中，20家分别，我们来看到第一个20家会直接被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当中，全面禁止他们从中国大陆获得任何跟军民两用物项有关的设施。再来第2项是列入观察名单，一共是20家的日本企业，未来每一笔的出口都接下来要进行的是逐案的审查。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名单上我们现在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有哪一些企业呢？包括知名的企业，三菱造船、三菱重工、航空发动机，还有这个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日本防卫大学等等，都是跟日本的产业相关或者是国家单位的一些中流砥柱。那么日本政府当然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立刻跳脚之外，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也提前开始做了反应。三菱重工当天的股价收跌幅度达到3.1%，川崎重工下挫了4%等等，其他的股价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卖压。那么我们来看到《经济学人》也在这边做了一个分析，说日本虽然在这个轻的稀土上面有所布局，但是重稀土到现在为止还是得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到现在仍然是没有替代的来源，所以中国大陆这一招对于日本来说其实是非常伤的。这2项公告看起来是针对出口做的管制，但是背后是否有这个战略的一个警告呢？现在担心的事情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的制裁，这个只是起手式，接下来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全面锁喉的一个制裁？日本继续这样做下去，中国大陆手中还有哪一些杀手锏可能会祭出来？大使怎么看？第一个，这个当然既是出口管制哈，更是战略警告，这是双重意义的。第二个呢，这个哈，现在当然只是一个起手式啊，就是肉是一刀一刀的割啊，哎，它是这个哈，最后会不会全面锁喉，那看日本的反应。哎，那第3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继续军国主义路线走下去，中国大陆还有更多工具吗？当然有啊，这个只是经济工具，还有啊，这只是经济工具，还有贸易工具。那经济工具现在只用了一部分了，还没有让日本在大陆赚钱的企业啊付出代价。哎，日本在大陆现在投资还是非常的多。哎，那对于双方的贸易关系来讲，中国是日本第1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5大。所以这个就已经相对的弱势了，日本基本上是弱势了。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哈，除了这个经济贸易手段，还有什么手段呢？还有就是外交、国际政治的手段啊。那还有再下一步什么手段？那个军事手段啦。对，所以就是说会不会做全面锁喉？我觉得就基本上看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它后续怎么走。那当然，这些中国大陆是要对日本产生压力。那如果日本因为经济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高市早苗的政权及早这个寿终正寝的话，那大陆一定会觉得这个奏效。那当然会再看看慢慢会不会施加这个比较缓和性的一些政策了。不过整个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中国大陆从这个尤其高市早苗啊。它不仅是说它走的是军国主义路线，一天到晚日本正常化这日本喊了很久。它最重要，它对大陆角度来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把中国的领土问题啊、中国的主权问题啊，当作日本的内政在管辖一样。而且更让中国大陆无法接受的就是说它居然用威胁使用武力，这个是所谓紧急状态嘛，国家紧急状态，他说已经构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这个条件了嘛，所以这个就变就是说，高市早苗的话基本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本来我们说他应该这个或者日本国家应该去跟美国人谈一谈啊，严军驻军撤退啊，
你们让我宪法改一改啊，对不对？那日本都没有，第一炮就对向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是可以说是被动式的还手。不过他这样针对中国大陆，很多大陆的评论人员，还有我们台湾的评论人员都这样说，这正好给中国大陆一个怎么样？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支点，要有一个理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对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守备，也就是它的军火工业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打击。哎，拿不到稀土，你还有什么哈？你还有感知能力吗？对，你的雷达系统就不要做了，你可以做到20大的水准，现在都要氮化镓雷达了。对。氮化镓是什么？镓就是稀土啊，对不对？还有你这种火炮，还有这种高精密度的这种武器，它那个抗热能力啊，它要抗到2000度的温度，2500度的温度，这都需要稀土。所以这个对日本的军火工业是一个非常大打击啊。那会不会有进一步？我认为完全看日本方面的反应啊。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祭出的制裁，除了是稀土直接打在日本的这个军工产业的命脉上面，针对于民生观光，中国大陆也有另外一招的制裁，就是针对观光业。那么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统计，光是今年的1月份。中国大陆赴日的旅游的旅客数直接暴跌60%，现在剩下38万人。来自于一家日本的旅宿业者特别在这边做了一个自白，他说现在面临的是灾难性的局面，他说销售额损失数千万日元。刚刚讲的稀土其实也是持续的在影响企业，这个是。基路电子的社长他说，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口稀土，日本制造业就会活不下去。而且他说呢，现在稀土的进口量只剩下过去的1/3，成本等于翻倍了，订单排到明年他也是不敢接的。接下来对于整体日本企业界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还有就是在日本的制造业，这一些高端的制造业会不会因为没有稀土被迫停摆？汉庭又怎么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过去当华盛顿在对中国大陆施下各种制裁跟限制的时候，日本也没少这个不掺和。所以再加上高市早苗的言论，那中国大陆就陆陆续续出台了这些制裁的措施。我们节目也分析过好多遍。但是这些制裁的措施具体的效果或者是它的影响，很可能都是要等到今年下半年，那才会陆陆续续的展开。而且呢，一定就是要越来越多跟越来越快，否则在几个月之前，大家觉得，你看高市早苗讲话也过2个月了，怎么好像股市偶尔跌一下，但因为 AI 的浪潮，其实全球股市都在涨。那或者观光客虽然下跌了，但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最后反而让高市早苗高票当选连任，而且席次还大胜。所以在日本也好，或者在全球的一些反中反华的媒体的评论解读，就会觉得你中国大陆的制裁也没什么效果。所以这也是在选后，那大陆必须要持续的出手，否则如果这个制裁的手段没有办法忠实的展现对于日本的经济或者是高端的制造业有明显的冲击跟打击，那么中国大陆就会成为一场笑话。所以目前所选出来的，包含这40家的实体名单，20家的出口管制，20家列入了关注的名单，那包含重稀土。就虽然经济学人智库说在轻稀土上是透过澳大利亚要去一些开采啦，但实际上目前的成效也甚微。但是重稀土呢是完全无法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包含是敌或者是特。日本在重稀土上几乎是100%依赖于中国大陆。那如果未来大陆进一步的收紧重稀土的出口，日本的高端制造将会面临骨牌式的崩盘，包含了航空航天、半导体跟汽车的工业。那未来就是这所谓的观光或者是消费，目前虽然人数下降了60%，那未来还会不会再继续下降？这些都是后面的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这个出牌呢，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这就叫做以止戈为武啦。那没有诉诸于武力，而是运用了成熟的国内的法律跟国际的规则，对危害于中国大陆的这些行为呢，进行了源头管制，把管制聚焦在两用物资跟军事用途。
既维护国家安全红线，但是也帮民用的贸易保持了一定的通道，算是展现大国博弈的这种色彩。但未来有没有效，也是要一观后效。好，针对于中国大陆这一次对于日本的出牌，那日本有没有得到一些教训呢？目前看起来似乎日本官方不这么觉得，因为日本最新又在祭出了2道新的公告。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自民党他说了，计划废除现有的军武装备出口限制，让自家生产制造的武器，即使具备杀伤性能，也能在出口海外持续赚取外汇，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现在日本呢还举办了主导日的活动，直接激怒了南韩。南韩外交部再次的重申独岛主权，要求美韩军演要排除日本。怎么回事？日本一口气好像激怒了东亚的2大国，包括了韩国跟中国。干哥怎么看？没有，高市早苗不是这样子想的啦。我跟你讲，他刚刚得到这么大的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说他的逻辑跟思考绝对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他认为说，可以啊，好来，自民党，来开始啊，我的党赶紧送剑啊，送什么剑？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开始有限度的开放日本军事装备的出口。我告诉你，他们想这件事已经想了20年，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认为说，日本武器一向都是具有世界级的水准。日本武器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出口？就是因为宪法框架了他们不得对周边的国家去这个进行的有效的打击性的军事武器的销售。可是说句实在话，这就造成了日本自制武器非常贵。我举一个例子，日本的 F2 战斗机有没有是一般我们 F16 战斗机的2倍那么贵？那你说 F2 跟 F16 什么关系？好了 ，F2 就是 F16 的放大版了，变成好大一架这样子，结果价钱要2倍，然后连飞弹也要人家的3倍价钱，为什么？因为数量太少。所以日本军工业，我今天讲日本这些非常有名的大厂，川崎，三菱重工，对，像这些大厂，坦白讲一句，他们就是受限于没有数量不能增加，成本就很贵，所以他们很希望说能够打开市场。好了，最终2年前终于打开澳洲市场，要跟这个日本买苍龙级潜舰。苍龙级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传统潜舰啊，我们也不是往人家脸上贴金。日本潜舰一向品质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澳洲要跟日本买12艘，结果美国一大脚就踏进来说不用，我帮你造核子潜艇，这样你更高兴了。哇，澳洲好高兴，我们终于进入核子俱乐部了。结果2年过去以后，问一下美国阿库斯，到底我们有没有进展呢？美国说一点进展都没有。对，你要得到维吉尼亚潜舰，再等10年。然后澳洲自己本身的柯林斯潜舰已经，我不能说那个不吉祥的话，说快要沉没了，解体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本身设计就有缺陷嘛。所以澳洲现在很急啊，又不能催美国，然后又被阿库斯摆了一道，又回去要再拜托日本，日本现在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靠，不敢跟你做生意。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澳洲那时候继续那个计划，拿到了苍龙级潜舰的话，那澳洲海军现在的打击力非凡。为什么？因为苍龙级是最好的潜舰。那结果呢？澳洲拿不到，然后呢？菲律宾拿到了阿五卫级的那个护卫舰啊。阿五卫级护卫舰是属于比较次一等的船。那这就代表日本不断在处心积虑的，结果澳洲回过头来，现在又拿到了最上级的护卫舰的订单。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最新的护卫舰，所以日本他一直想要卖啊，对不对？我要多卖几艘，我成本才会降低，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他才不管你什么，我又得罪了大陆，我又得罪了美国。我跟你讲，没有得罪啦，他也要为自己着想。不过现在有一个人出来反对他，叫南韩，他说。你在日本的岛根县的主岛要办庆祝活动，不要开玩笑了，搞清楚，主岛就是独岛。为了这个独岛我们韩国绝对不会让一步。我们还造了一艘新的2栖突击舰，就叫做独岛号，叫做 Dodo 独岛号。所以你在办那个活动，你简直是无视于我们韩国人的存在。我告诉你，我们有37名海军陆战队派驻在独岛上面。
日本到现在也不敢去跟他抢。所以你说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在外交上面有很多折冲而有趣的地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现在呢，川普要救自己的期中选举。今天早上才刚发表，在台湾时间发表的国情咨文，赶快立刻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哦。他说现在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他说关税要取代所得税。美国到底现在是在复兴还是自我催眠？选民到底会不会针对这一场国情咨文对川普买单？今天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就是在今天最新24日发表的川普的国情咨文。他说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年为一个主题，现在呢，美国已经进入黄金时代，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美好、富裕跟强大的美国。美国呢，川普说的，拥有史上最强大安全边境。芬太尼在1年内经由边境流入量大幅下降了56%。过去9个月没有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通膨一直狂降，降到了5年新低，房贷利率更是创下4年新低。他还说呢，全国啊，现在全球都在投资美国，18兆美元的投资承诺，而且我们还从委内瑞拉取得了8000万桶的石油。他还说，美国的药价不断的狂下降，下降幅度高达600%。那么他也提到了关税政策，他说很遗憾的关税政策被搞成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关税没有伤害经济，反而是推升了美国的股市，道琼指数提前突破了5万点大关，川普非常的满意。最高法院就算裁定了关税违法，很让人遗憾，但是反而让我拥有了更强大的筹码，可以实施更严厉的关税措施。他也指控多年来多国不断的坑骗美国。他说未来关税收入将会大幅取代所得税的制度。被专家批评说这个想法也太天马行空了嘛。当前美国每年个人跟企业税收5.6兆美元，但是预估啊，你川普全年得到的关税税收只有3500亿美元，还不到现在的1/10。那川普继续催，他说我们赢太多了，多到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另外，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最新民调，现在有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这一位79岁的总统就是个老黄灯，年纪越大，行事越反复无常且古怪。当中竟然这个受访者当中有30%还是共和党人。纽森更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制作了 bingo 的游戏卡，来特别讽刺川普的种种行为。有了这一场国情咨文演说之后，能不能救目前低迷的民调，救共和党的期中选举选情？汉庭怎么看？啊，可怜呐、这个很多的东西啊，这完全都被打脸，所以政治果然是很高级的修辞学啊，尤其是在川普的演讲。虽然他讲说，哎呀，这个美国比以往时刻任何都更加伟大，但这个更像是日落余晖的最后一次挣扎。他口中的黄金时代，本质上是建立在债台高筑、社会撕裂跟关税幻觉的沙中之塔、井中之月。好，这不是什么国情咨文啊，这就是一份选情救命书，主要在为选举告急的。你看他讲的什么投资18兆美元 ，CNN 直接出来打脸他，而且药价下降600%，我刚刚听到都笑了，这什么意思啊？药价下降100%就表示免费，下降600%是指这样？我卖你一盒药，我还要倒贴5盒的钱吗？那其他的什么芬太尼流入下降56%啦，零非法移民，但就在同一时间，德州跟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冲突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所以这一切的背后啊，都是因为川普为了要急于挽救40%以下这种民调支持度。目前60%美国人认为他老还颠，30%共和党也对他反复无常感到恐惧。所以，当一个领导人需要靠杜撰数字来维持威信啊，本身就是国力衰弱的铁证。而且目前他的关税战，哪怕他还想要继续干，但过去这1年以及在2018年以来，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就是超级大失败。他的关税战3大目标全面溃败。第一个，贸易的逆差不降反升。对吧？他是希望能够降低贸易逆差，但是去年1整年打下来呢，美国对中国大陆、对欧洲的贸易逆差
反而创下新高。第二个，它要制造业回流也完全没有实现，回流的只有高通膨。再来第三呢，他说，哎呀，我们关税收入，记得去年他是吹多少？他去年说关税收入可以增加2兆啊，现在实际上呢3500亿。那请问一下，消失的那1兆多跑去哪里了？就是不可能增加那么多，而且这所谓的3500亿是谁出的呢？就是进口商，也是美国的商人跟美国的消费者自己承担。所以，川普目前所推出来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最后伤害的就是美国自己，更不用说在目前美国所出现的各种的社会的撕裂啦、政党的对立啦、地方的治安败坏等等啊。所以目标成空，税负沉重，内耗不止，霸权难动。好，所以刚刚汉尼有特别提到这个关税问题，现在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川普还说，关税取代所得税到底有没有可能？大使又怎么看？当然可以啦，那你就停收所得税嘛，你就靠关税就好了，对不对？你就试试看嘛，对，你是就试试看呐、这个没有什么错。你知道关税，其实我们从贸易理论来讲的话，关税就是你整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花钱来补贴你国内一部分的产业，就是说特定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台湾买汽车特别贵，那为什么？外国人买汽车，国外汽车都不用便宜，就是我们用那个关税跟其他的相关的苛捐杂税40%的那个货物税去补贴我们的汽车产业啦。对，可是补贴了那个60年，我们汽车产业有被补贴起来吗？没有嘛。所以就变成很多贸易理论说补贴是不好的。哎，你这种关税来保护你国内的产业，第一个被保护的产业，它就变成一个坏孩子，永远都在依靠你补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社会不公平。为什么他做生意赔钱，你不拿钱去补贴他？那些公司做生意他赔钱，你就要拿钱去补贴他，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川普的补贴是最莫名其妙的，他去补贴 Intel 一拿就拿了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金。请问一下，Intel 那些人薪水低吗 ？Intel 赚钱的时候有把他的利润分给美国政府，分给美国人民吗？对，他现在不行了，你叫美国人缩紧肚皮去覆盖 Intel 一点也不会补助，所以这个理论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啦。它只是想用关税来怎么样来修理别的国家，让别的国家顺服于他。那他说他搞了6兆还几兆美金啊？那是数字上啦，数字上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而实际上日本人最近因为高市早苗要去华府海才拿了340亿，340亿跟那个几兆美金有差多少啊？另外一个韩国人到现在还在国会讨论，还没出来的，到底要投资什么项目都还没出来。那真正里面被抢走最多就是我们台积电。我们台积电已经几个厂，2个厂在 Arizona， 第3个厂、第4个厂，一个厂都进去了。我们2500亿我们是所谓的我们这个落实最多的，对啊。结果他没有感谢台湾，他说台湾偷他的产业。所以川普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人的我觉得为目的不择手段了。他现在落到今天这个情况我觉得还不是他跌到最低点。他还会往下面走。好，那干哥怎么看？因为川普说现在是黄金时代。国情咨文刚讲完，对不对？你知道国情咨文原来是这么的精彩大家认为说川普的国情咨文，反正他就是讲很长嘛。对，他这一次又创纪录了，他讲了1个小时又48分钟，已经创下了前人的纪录。前人是克林顿，讲了1小时28分，他讲了48分钟，1小时48分钟。这不重要，重要是他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民主党的对手议员这个人特别介绍一下，他叫葛林 Green， 他进来的时候他就拿着看板说，这个黑人不是猿猴，为什么他会拿这个标语，你知道吗？他指的是白宫刚刚做了，也就是川普的幕僚刚刚做了一个讽刺前总统奥巴马的影片他就是直接讽刺奥巴马就是这种就是等于是没有开化的人类啦，那这样是非常这个严重的这种戏虐嘛，对。那葛林就拿着看板，然后一直挡住川普的视线，川普往哪看他就往哪挡，往哪看他就往哪挡，然后挡到最后，你知道警卫来了，把葛林给押出去了。
大家要知道，葛林是第2次被押出去，为什么？他去年也这样干，一样被押出去，所以一开始就非常的有点烟硝味啊。但是等到川普振臂一呼说，美国250岁了，现在美国是不是最强大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同意吗？结果那个是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共和党议员全部站起来鼓掌，然后呢，突然有一对这个美国的英雄出现了，鼓掌更大。为什么？本来民主党议员都坐着要看他的笑话，大家都要打瞌睡，结果有一队冰球队刚刚得到冬季奥运的美国代表队得到冠军进场，哇，那全场沸腾，民主党议员也只好起来鼓掌了。那这种就是情势大好，连对手都起来鼓掌了，对不对？然后总统就颁布自由奖章给这个冰球队的队员，哇，那气氛正热烈嘛，对不对？就好像这次的国情咨文应该可以非常的圆满了。结果不是，结果一荡下来之后，他就开始骂拜登，一直骂。结果民主党的议员就说是，他说是你不要脸啊！一个女议员说是你不要，你杀了美国人，他指的是在明尼苏达。